炒菜锅用久，锅底黑垢顽固，教你一个口罩呢，轻松搞定，无需钢丝球费力刷洗，2分钟旧锅秒变新锅。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彩味。锅底的黑垢藏着经年累月的油污残渣和燃烧残留，不仅让锅看起来脏兮兮显旧，还会像一层隔热膜牢牢裹住锅底，严重影响受热效率。每次开火做饭，热量都要先冲破这层厚垢才能传到锅里，既费燃气又耽搁时间。炒出来的菜呢，还容易受热不均，影响口感。更麻烦的是，这些顽固黑垢越积越硬，用钢丝球使劲擦半天也擦不干净，反而可能刮花锅体，看着就让人心疼。今天就教你一个超简单的懒人清洁法，几分钟就能把锅底的顽固黑垢轻松擦掉，连缝隙里的油污都能清理干净。首先，咱们先给锅底呢做个预处理，用清水均匀喷湿锅底，不用浇透，只要表面略微湿润就行。接着拿出家里常备的小苏打，像撒面粉一样均匀地撒在锅底有黑垢的地方。刚才喷的水会让小苏打牢牢附着在锅底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去污膜。别看小苏打不起眼，它可是厨房去污的隐形高手。其中含有的碳酸钠和水和碳酸氢钠能通过碱性作用软化顽固油污和胶垢，而且它的颗粒感呢自带轻微摩擦效果，既能瓦解污垢，又不会刮伤锅体，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伤锅。咱们日常用的铁锅、不锈钢锅都很耐这种温和的碱性清洁，反而呢能把藏在缝隙里的黑垢疏松开。撒好小苏打后，取几张纸巾完整覆盖在上面，记得边角呢都要覆盖严实。这时候关键一步来了，往纸巾上呢倒家里常用的白醋，让白醋慢慢浸透纸巾，浸润小苏打。纸巾在这里像锁水膜，既能防止液体和小苏打流失，还能让两者在密闭的环境里呢充分反应。你会看到纸巾下冒出细密的小气泡，这正是小苏打和白醋发生的酸碱反应，能产生轻微的二氧化碳气体，带着去污成分钻进黑垢深层，把硬邦邦的胶垢一点点的泡软瓦解，比单纯的用蛮力擦省时10倍。铺好纸巾，倒完白醋后，就让锅底静静浸润15分钟。这段时间里，气泡呢会持续软化黑垢，原本坚硬的老碱呢会变得松软。等会儿清洁时轻轻一擦就能擦掉，完全不用费劲刮擦。15分钟浸润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揭开覆盖的纸巾，你会发现原本硬邦邦的黑垢呢已经变得软乎乎的。用纸巾轻轻一擦，就能带下不少浮垢，是不是已经看到初步效果了？接下来往锅底表面呢挤上一段牙膏，注意要覆盖有黑垢的区域。牙膏里呢含有增白剂，能帮助淡化暗沉痕迹，而表面的活性剂呢则能进一步的分解残留油污，让污垢更容易脱离锅体。接着再撒上一把食盐，均匀的铺在牙膏上。食盐的细小颗粒自带天然的摩擦力，能像软砂纸一样增强清洁力度，却比钢丝球温和得多，既能蹭掉顽固污渍，又不会划伤锅面。这时候拿出准备好的口罩，把它对折几次成厚实的小方块，用两侧的挂耳绳系紧固定。一个天然清洁擦就做好啦。用口罩块来回擦拭锅底，你会发现它的清洁力超惊喜。口罩的无纺布材质细密柔软，加上牙膏的去污成分和食盐的摩擦作用，擦起来既能牢牢粘住软化的黑垢，又不会像钢丝球那样刮出痕迹，连锅边缝隙里的污垢呢都能轻松带出来。而且口罩的韧性很好，
用力擦也不容易破，比普通抹布更耐用，还能避免手直接接触清洁剂，干净又省力。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用钢丝球硬刮，铁锅、不锈钢锅的表面很怕尖锐摩擦，钢丝球很容易刮出细小划痕，不仅影响锅的使用寿命，还会让以后的油污更容易藏进划痕里，越用越难清洁。而咱们这样先浸润软化，再用牙膏、食盐加口罩的组合，完全是温柔瓦解黑垢。你看，才擦了几下，原本黑乎乎的地方就露出了锅底本身的颜色，没一会儿锅底就变得白白净净。对比一下刷过和没刷过的区域，是不是效果立竿见影？真的不用费多大劲，前后2分钟不到，锅底的黑垢就被擦得干干净净，原本粘在锅上的顽固污渍，随着擦拭一点点脱落，连缝隙里藏着的陈年老垢都被带了出来，擦过的地方瞬间露出了锅体原本的颜色。接下来把锅拿到水龙头下，用流水仔细冲洗一遍，随着水流冲刷，残留的小苏打、牙膏泡沫和最后一点污垢都被彻底冲净，锅体变得光滑又清爽，那一刻真的是太解压了。你会惊喜地发现，原本被黑垢完全覆盖的锅体纹路，甚至出厂时的品牌标志都清晰地露了出来，之前黑乎乎的印壳消失得无影无踪，用手摸一摸锅底，不再是粗糙硌手的触感，而是光滑细腻的锅面，连反光都变得均匀了。光线照在洗干净的锅底上，锃亮的隐约能看得到影，就像刚买回来时的样子。再也不用看着脏兮兮的锅底炒菜，开火时也不用担心加热老污垢，整个厨房都因为这口焕然一新的锅显得更清爽了。原来只是忽略了清洁锅底，简单几步就能让用了几年的旧锅重获新生。这种从脏乱到洁净的蜕变，看着就超有成就感，下次炒菜都觉得火候更均匀，心情更舒畅啦。怎么样，这个口罩加小苏打清洁锅底的方法是不是简单又高效？全程不用费力刮擦，常见的材料就能让旧锅换新，连藏了几年的锅体标志都露了出来。如果您家也有锅底黑垢烦恼，赶紧试试这个方法。觉得有用的话，别忘了给瑶瑶点赞，分享给家人朋友，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省时省力的清洁小技巧。关注瑶瑶，下期还有更多实用生活小妙招等着你，咱们下期再见啦！